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个发生在日本民间的离奇故事。虽然说离奇，却被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涉及到一个常被日本老百姓津津乐道的神秘现象，叫做神隐。意思是指人类因为某种超自然力量，比如时空错位或者被妖怪、神明之类的带入异世界等等不可知的领域，导致他们从人类的社会失踪或者下落不明。那这种亦真亦假的神秘事件就经常出现在日本的民间，作为一些都市传说存在着。往往呢，这种事件的特点是当事人可能无法主动的决定怎么返回真实的世界，而叙述者往往都是在自己已经返回真实世界之后，在回忆中叙述了整件事，或者是通过某种途径和真实的世界取得了联系。就比如说我们看过的宫崎骏动漫《千与千寻》，这个是日文名。当然，大陆这边大多数的版本翻译成千与千寻。那我们看日文原文，其实很可以用汉语直接套用它的意思，就是千与千寻的神隐。那这里面的神隐和我们要讲的故事中神隐的字面含义是一样的，它的意思泛指被神明隐藏了起来。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带有一些恐怖色彩，如果你身边没有人陪伴的话，请大家自备瓜子、花生、矿泉水，独自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欢迎大家关注这个小频道，请随时来我的主页看看，说不定有你感兴趣的内容。那废话少说，故事开始。事情发生在2004年1月8日，日本静冈县，时间是23点14分。一个 ID 叫做叶纯的少女在日本逆枪论坛敲下了第一行字，开始了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死亡直播。这里我们先说一下，这里大家请不要理解为她肯定是死了，因为后面呢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我们接着讲啊，他就在论坛里面留言说，也许只是我的错觉，但大家能听我说说吗？叶纯的开场白很苍白，像是投入深渊的石子。因为这个论坛很火爆，每天的留言人数都很多。一开始呢，大家并没有太关注他的留言，也是因为当时的时间已经很晚了，这时候已经过了论坛里面最活跃的时间段。但是还是有几个夜猫子网友围了上来，就有人一边打趣一边问他，小姐姐怎么了？这么晚了，该不会撞到鬼了吧？但是网友们却不知道，这位留言者叶纯正坐在一辆疾驰的电车里，行驶在漆黑的铁轨上，车窗倒映着他惨白的脸。车厢里除了他，仅剩下5个沉睡的乘客，而他们的呼吸轻得像静止了一样。诡异的20分钟，叶纯颤抖着手，冷汗已经湿透了他的衬衣。他继续在论坛上留言说，我刚刚坐上了一趟铁路电车，但是感觉很奇怪，因为我平时上班的时候经常坐这趟线路，对它还是很熟悉的。但是这趟列车已经过去了20分钟还没有停靠站，平时我坐这趟班车的时候都是5分钟左右停靠一次，而且车厢里除了我还有另外5个乘客，不过他们都睡着了。马上论坛上就吸引了更多的网友过来围观。有一个有经验的网友，他当过电车司机，立马就意识到了可能存在的问题。他留言说，只有特级电车才不会停靠站，但你应该坐的是普通车。叶春回复说，正如你说的那样，有可能是我坐错了，我再等等看，也许等到停车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毕竟我又没有办法现在就下车。有的网友就问他，你先别着急，你从哪里上的车呀？是不是坐过站了？叶纯马上就给网友发了回复，说我是从新滨松站上车，晚上下班坐通勤的末班车回家，我平时都是在王子站下车。这里说一下，日本新滨松这个车站是位于日本静冈县，是远州铁路的起点站，而他乘坐的这班车是从新滨松站开往目黑站的。叶纯说，我上了一天的班，刚刚就觉得很困，上了电车也没过多久就睡着了，醒来一会儿就觉得不对劲儿。那网友就问他，你赶紧问问周围的人，看是不是坐过了。叶纯回复说，这就是我正要说的不对劲儿的地方。往常呢，这趟车上面都是人很多的，我刚刚上车的时候人也很多，但是现在车厢里面只有5个人，而且他们都睡得很死，我甚至都不敢确定他们现在有没有呼吸。虽说很多网友这时候也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但这个时候呢，只能安慰他说，你别担心，可能是你太累了，坐错了电车吧，你现在应该找车厢里的工作人员才对，那样是最有效的办法。或者你直接往车头走，去找列车长，看看驾驶室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异常，司机呢是不是身体不适或者晕倒了之类的。在众人的怂恿下，叶纯回复说，目前列车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所以好吧，我去找工作人员。这个时候，随着叶纯和论坛里面的网友热烈的交流，时间正在流逝。在刚刚留言将近30分钟之后，终于他来到了列车的头部。如果他没有坐错车的话，这趟本开33分钟跑完全程的列车，此刻已经行驶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完全没有停靠站。随后叶纯留言说，车长室的窗户像是隔着一层黑色的磨砂，
根本就看不见里面有没有工作人员。不管我怎么的拍打，都纹丝不动，无人回应。网友就问他，那你看看现在车窗外的景象，或许能够找到可以确认方位的信息。叶春回复说，之前窗外一片漆黑，没有什么标志物，只能看见明亮的月光和一些暗淡的自然景色。不过列车刚刚开进了一条隧道，因为隧道里面有灯光，所以很容易确定那就是一条隧道，而且列车行驶的噪声变得很大，手机信号开始断断续续。有的网友注意到了细节，就继续留言说道，新滨松站到目黑的线路中根本就没有隧道。无人车站，凌晨12点19分，列车穿过了这条本不该存在的隧道。叶纯呢就继续在妮呛上面跟大家交流。现在列车已经开出了隧道，停在了叫做 Kisaragi 的车站，我们翻译成中文就叫做如月车站。叶纯上传了一张车站的照片，那这张照片传到了网上之后，马上让网友感到了不安，因为它看起来就不像是一张正常的照片，整个景象看起来很荒凉，就像是一个会发生奇怪故事的地方。惨白的灯光下，站牌上的字迹已经落上了一层灰尘，站名为 Kisaragi Eki， 旁边的自动贩卖机显示的日期是1983年的日历。但随后有一个网友指出了这里面一个惊人的问题，全日本根本就没有这个车站。这个时候论坛里面像炸了锅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各自想办法搜索这个名为 Kisaragi 的地方。但是结果就像第一个网友说的那样，这个名为如月车站的地方根本就搜索不到。那有的网友就觉得，这回可有热闹看了，这个比看电影有趣多了，就像咱们一样，准备好了花生瓜子矿泉水，捧起了手机，开始在妮呛上面看热闹。那还有另一些人呢，就担心他所经历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就十分替叶纯着急。总之呢，大家的意见大致分为了两种，有些人呢就劝他说，你千万不要下车，就坐到终点站吧，这样才安全。那另一部分人就说，尽快下车吧，去找人寻求帮助，这样才是最有效的办法。这时候理智一点的网友就问他，你是几点钟开始坐车的？他回复说，我已经下车了，这个车站没有人，连工作人员都没有，我是11点40分开始乘车的，我现在在车站尝试寻找时刻表，但是没有找到。网友就问他说，那你周围有没有看起来像是有人居住的建筑物？找到当地人问一问，一定能够获得帮助的。叶纯回复说，周围光线很暗，我只能看到月光，而且没有什么建筑物。那等我出了火车站之后，我就打车走吧，谢谢大家。那有的网友马上就质疑他的判断，末班车都开走了，这么个无人车站，出租车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呢？我很怀疑能不能打到车。叶纯马上就回复说，车站外面什么都没有，更别说是出租车了，我该怎么办呢？大家呢就纷纷给他出主意说，你去找车站的工作人员啊，赶紧打电话报警啊。他又说，哪儿都不要去，留在车站等到天亮。过了一会儿，叶纯回复说，我给家里打了电话，让父母过来接我，但是他们好像不知道我这个车站的位置，他们正在想办法，我觉得很害怕。这里叶纯第一次给大家留言说感到害怕。我分析了一下，应该一开始他在发现列车很久没有停靠站的时候就感觉到不安了，但那仅仅是一种不太放心，因为毕竟自己在一列电车上总是有些依靠，而且周围还有几个乘客，虽然他们正在睡觉。而现在他已经下车了，周围又是一个人都没有，漆黑一片，只有一个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无人车站。如果说网友对自己的事情不够关心的话，连父母拿自己的处境都没有办法，那只能说明自己的处境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才感觉到恐惧。那网友就继续问他，那刚刚下车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吗？我在网上查找过，的确没有叫如月车站的地方，你确定没有拼错吗？叶纯回复说，其他人没有下车，车站名字没有拼错，就叫如月车站。叶纯接着说，我刚刚尝试过联系警察，详细的说明了我的情况之后，却被告知，请你不要恶作剧，如月车站这个名字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对我回答的时候显得很生气。那这个时候论坛里面给叶纯出谋划策的网友越来越多，这时还没有睡觉的日本网民几乎全都涌进了妮呛论坛里面，有的人就留言说，赶紧沿着铁轨往回跑吧，那样总会找到回去的办法。有人说，别离开车站，起码车站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时候有一位网友回复了一条让人后背发凉的留言，如月 Kisaragi 的读音和鬼的读音不是一样的吗？那不就是鬼车站吗？日语中鬼的读音读作 oni， 那在某些特殊语境或者方言中，例如在静冈县的方言中，鬼也可以读作 Kisaragi。 这时候呢，网友就别说炸锅了，那锅都炸飞了，大家留言的活跃程度已经开始刷屏了，有的人呢就开始添油加醋，越描越离谱。
另一部分人虽然也感觉到很不对，但是还是极力的在安慰叶纯，帮助他想办法。诡异的单脚老人。凌晨2点整，叶纯夹杂着恐怖的情绪，他的直播突然加速了。他说：“我已经离开了车站，正在沿着铁轨往回走。周围一直没有什么建筑物，不过月光很亮，我只能看到草地和远处的山脉，而且一直都没有等到父母的电话回复。我在手机上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信息，但我相信一直沿着线路走的话，总会遇到人获得帮助的。”正在大家七嘴八舌的给叶纯出谋划策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把网友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叶纯说：“刚刚我就隐约听到了太鼓混杂着铃铛的声音，现在声音越来越大了。我确定那声音是朝着我的方向来的，我该怎么办？”网友回复说：“回车站啊，车站是最安全的。”另外有些人说：“怎么会有太鼓的声音？正常人们只有在节日庆典的时候才会使用太鼓，况且现在是后半夜的时间，该不会是迎神的鬼月吧？快跑啊！”叶纯说：“我不敢回去，后面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几个网友就回复他说：“赶紧往前走，千万别回头。我现在应该已经接近隧道了，但是有个人在身后叫我，是一个老人，声音笑着对我说：走在铁轨上很危险。我回头看了一眼，有个拄着拐杖的老人，他只有一条腿。”这时候网友疯狂的刷屏：“离他远一点，太吓人了，他肯定有问题。”叶纯继续留言说：“刚刚就走了很久，突然有人说话，就把我吓了一跳。黑暗中就隐约看见了他站在原地向我招手，但是当我想仔细看清他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不见了，也没有再说话。”那论坛里的网友就远程指挥说：“你沿着铁轨继续往前走吧，总不会错的，快跑！你要加快速度，赶紧离开那个地方。”还有人提醒他注意手机的电量，甚至还有人教他用站牌的影子判断方向。叶纯说：“我跑不动了，而且太鼓的声音越来越近了。”网友说：“你不该离开那个车站的，等到天亮就好了。”还有说：“你就应该坐到终点站，不该下车的。从这样的小车站下车，你是怎么想？”随着网友的吐槽，事情并没有迎来转机，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叶纯说：“我刚刚摔倒了，手臂受了伤，高跟鞋也折断了，我还不想死。”那到了现在，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20分了。有的网友就留言说：“你现在再打个电话报警吧，家里人还没有联系吗？”回复说：“我刚刚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父母说已经报警了。我现在到了来时经过的隧道门口，上面写着隧道的名字是伊佐观，后面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现在没有选择的时间了。隧道里面的信号不好，等我出了隧道之后再回复留言。”那焦急的网友等了足足20多分钟。当他因为恐惧连滚带爬的逃出隧道之后，这时候网友看到了他的回复：“我从隧道里面出来了，请大家不要担心，前面有一个人，还有一辆车，看来我总算能够获救了，谢谢大家的帮助。”但是听到他的叙述，大家并没有感到安心，而是更加为他的处境感到担忧。有的人就说：“停下来，不要往前走了。”有人就说：“谁会在这种时间出现在漆黑的隧道口啊？这很异常，不要靠近他。”但是叶纯似乎并没有收到网友的警告。他回复说：“让大家担心了，一位好心人说可以开车把我带到周围的车站，可能到了那里之后就有酒店了，再次感谢大家。”叶纯在论坛里的留言似乎表现得很平淡，那这时候论坛里面的留言和他的平静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论坛里面最后700多条留言都在拼命的给他回复：“别上车，这个人很可疑，千万不要上车，这是什么时间，遇不到人才正常吧。”有的稍微冷静一点的人就留言说：“你没有问他一下周围是什么地方？”叶纯回复说：“他说这里是比奈，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那里距离我住的地方太远了。”网友回复说：“如果站在那个人的角度，我绝对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同意让一位刚从隧道里出来，手臂流着血，还光着脚的人上我的车，因为就算对方不害怕，我还害怕呢。”还有人就问他：“那你觉得不可能是在比奈，为什么还相信他，还要上车呢？”那这里叶纯并没有做出回复。凌晨3点44分，绝笔。随着网友们拼命的刷新网页，等着叶纯的回复，叶纯终于说话了：“车子走的路似乎越来越窄，我并不认为这条路能去到有人的地方，而且他完全不跟我说话，我打算跳车。”网友们这时候似乎和他一样着急，大多数人都在给他留言说：“快下车，让司机停车，不要再坐了”之类的话。那下面就是这位自称叶纯的少女在昵呛上面给大家写的最后一条留言。她写道：“我手机电池已经快没电了，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要跳车逃跑。”司机已经开始自言自语了：“为了保留一些电量，我先关机了。”
那诡异的是，叶纯最后留言连接的基站的 IP 地址后来被网友们扒了出来， GPS 标签的定位显示这辆车正在驶向一片地图上并不存在的湖泊啊，就是这个湖泊。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在地图上被标注了如月车站的地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去搜索如月车站的话，就会搜索到这个湖泊。那在网友爆出这个湖泊所在的位置之后，另一些网友就对这个地方进行了调查。那这个地方呢，真的在不久之前有一起事故，车辆冲进了湖水里，而且在车上发现了2具尸体，一男一女。那故事讲到了这里，似乎就已经全部讲完了。逆枪论坛里面，不管网友怎么呼唤，这个叫做叶纯的网友似乎从此人间蒸发，就再也没有回复过一条信息啊！这个故事其实到这里并没有完全的讲完，因为后面陆续发生了一些事情，似乎和这个如月车站，或者直接和这个叫做叶纯的少女有着很大的联系。虽然说很有可能是别的网友心血来潮，意犹未尽杜撰的同类故事，但是还是有一些引起了一时的轰动。就在这个叶纯人间蒸发整整7年之后，2011年6月30日傍晚6点多，日本灵异论坛妮呛突然留言飙升，有个自称叶纯名字的账号被激活，在原讨论帖中回复了7年之前的后续故事。所以7年前的老帖子里冷不丁的冒出这样一段话，看得人后背发凉。托各位的福，我回来了。7年一瞬的离奇回归。他上来就说，你们肯定不信，在你们看来时间似乎过去了很久，但是在我自己看来那并没有过去多久。这也许很难理解，因为在我自己现在已经确定自己平安回来了之后，还有一些事情连我自己都很难理解。刚刚我穿越了一道白光，才跑回到了我们正常的世界里。在我确认自己已经安全之后，我认真看了周围的环境，才发现时间已经跳转了7年。网友们像是疯了一样，马上蜂拥而至，铺天盖地地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白光，什么时间不同等等之类的问题。叶纯就继续说，其实7年前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在刚刚发生，甚至现在跟你们说话的我使用的还是同一部手机，但对我来说7年前的信息刚刚过去了几个小时。随后叶纯慢慢叙述了在7年前他最后一次留言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说当时司机一直把车开进了漆黑的森林里面，他并没有鼓起勇气跳车，周围高高的树木把月光遮得死死的。那时候他的恐惧已经到达自己能够承受的极限。正当他拿不定主意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车的前方迎面射来一道强烈的白光，照得司机瞬间失去了视觉，马上踩下了刹车。这时候叶纯也被突然的亮光晃得什么也看不清楚，就感到突然有一个男人拉开叶纯这边的车门，把他拽了下来，而且一直拽着他的胳膊就往白色的亮光里面冲，边跑边喊，快点跑，不然就来不及了。白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根本还没有等到叶纯反应过来的时候，拉住他的手已经松开了。他一睁眼居然站在了自己熟悉的王子车站。这时候的时间是2011年4月，父母和没事人一样向他招手呼喊他的名字。他第一时间并没有注意到站台上的时间和日期，而是看到父母沧桑的脸。等他冷静下来慢慢梳理整件事的时候，才留意到站台上的电子日历，时间已经流逝了7年。而且难以置信的是，他的爹妈压根就没有发现女儿消失过7年这件事儿。那有的网友就问他，那你出来的那个人呢？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他穿着硬邦邦的夹克和牛仔裤。那这个时候论坛里面讨论的人数再次达到了顶峰，所有人看到他的留言都感到很激动。如月车站的怪谈时隔7年之后再一次成为妮呛论坛里面讨论的核心。但是这个故事呢，早就有眼尖的网友揪出里面的问题了。有的人就留言说，当年你说23点40分上的车，可最早发帖的时候却是23点14分，那这个怎么解释呢？难道你上车之前就预知了自己要去往如月车站吗？还有那个时候他拨打的报警电话，正常日本接到这种求救电话的时候，他们的规定是不允许和求助者发生语言冲突的，更别说是态度恶劣训斥对方。所以说警察不管接到的这个电话听起来对方叙述的过程是多么的离谱，也不允许在语言上和对方产生一丝的对抗和怀疑。而且还有一点是7年之前和7年之后的留言对不上的，就是7年之前他的留言几乎都不会加标点符号，叙述的内容也大多使用的是敬语，但是7年之后这个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标点符号。那说到7年之前他使用敬语留言这一点，其实本身吧就挺不符合常理的。跟大家解释一下虽然说日本人给我们的感觉经常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是自己的话，身处一个诡异的夜晚，周围还荒无人烟，而且经常出现一些诡异的现象，那你会频繁的使用敬语这种客套话吗？比如说我说后面有人在追我，我该怎么办？大概这句话在这个语境里就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换成敬语，各位网友你们好，口内基蛙，打扰大家一下，能不能听听我的叙述？现在我的周围漆黑一片，后面还有位拄着拐杖单腿的老大爷在追我，所以请问大家我现在该怎么办？谢谢。咱先不说他很啰嗦，就说打字速度这一方面就很不符合逻辑，因为简单的口语化表达是最节省时间的，添了很多敬语之后就会把一句话拉得很长，在这么紧要的关头就很不符合常理。那叶纯这次发言后不久就再次消失了，老铁们这次是真的消失了。其实这次留言是不是7年之前的那个叶纯都还是个未知数啊。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新的留言了。那说到这个泥腔论坛啊，其实如月车站事件之后呢，就有很多网友声称自己也曾经去过如月车站，只不过是因为之前怕别人都不相信就没有说出来。那这里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曼德拉效应，或者是纯粹的网友好奇心爆发写的同人故事。但是这里面很巧合的是，很多网友提到自己去到如月车站的故事中，都说到过自己曾经遇到了或者穿越过一道强烈的白光。最后呢，提醒大家千万别坐末班车玩到手机没电，不然呢你可能连导航 APP 都用不了，有可能真的被网友当成都市传说的女主角。其实日本网友早就扒出了如月车站的剧情和1980年播出的特摄剧《迪迦奥特曼》第5集迷之相似，说不定这就是某个中二少年深夜追剧后即兴创作的二创同人文。最后友情提醒，现实中的日本车站呢，就算再偏僻，至少它还会有个自动贩卖机和迷之好吃的日本站内便当。所以呢，大家尽管放心，下次去日本旅行的时候，记得吃饱了再去探险。那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欢迎大家点赞、投币、吐槽、转发我的影片。这期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最后找到一位网友在如月车站事件下面的留言：已经结束了，没有电车，没有车站，没有回去的方向，也不可能有人追你。你听到的声音是自己留下的幻觉。继续向前走，因为如果停下来的话，你将不会属于任何一个世界，只能在这里永远的徘徊。